知识分子当然都是激进的，他们急切地想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，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爱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。卢梭在自己的著作《艾米尔》中试图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教育出一个理想的公民，然而现实却是他抛弃了自己的5个孩子，将他们全部送进孤儿院，理由当然也是有的，就是怕自己照顾不好他们。另一位大知识分子伏尔泰一向看不上卢梭，他曾经在给卢梭的信中这样说：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，读了您的大作，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。伏尔泰后来写了一本小册子《公民的感情》，揭露卢梭混乱的私生活和无情的弃婴行为。为避免自己继续挨骂，卢梭写了闻名于世的忏悔录。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之一萨特也是爱人类的典型，他的大作《肮脏的手》剧中有一句台词就是这样的：我爱人们，但我不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爱他们该是的那个样子。知识分子不但要改造世界，还热衷将人类变成他们喜欢的样子，仔细想想，真是不寒而栗呢。萨特在中国的名气大概和他的亲共立场有一些关系，有人说萨特就像鲁迅，都是反传统的红色偶像。1905年，萨特出生在巴黎，父亲早逝，被外祖父抚养长大。萨特的外祖父是一位语言学教授，家中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受益良多。4岁时，萨特患上眼病，自此后右眼斜视。和许多家境良好的孩子一样，萨特厌恶和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，这为他未来成为一名亲共分子打下了坚实基础。1924年，萨特考取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。1929年，他与后来和他一样亲共的作家波伏娃结识，两人签订契约，成为终生的精神伴侣，在保持彼此感情的同时，也允许对方拥有其他爱情和性，并且还要及时和对方分享自己的艳遇。年轻女性大概没有不喜欢波伏娃的，他作品中的许多敏感和浪漫只有女性才读得懂，然而随着年龄增长，却渐渐发现那些浪漫背后的残忍与丑陋。波伏娃曾经把自己的一个女学生介绍给萨特，之后又爱上了这个女学生的未婚夫。波伏娃和萨特至少拥有5个共同的情人，这些混乱的男女关系伤害了许多年轻人，其中有个女孩自残，还有1人自杀。1943年，一名叫做娜塔莉的女孩的母亲向警方提出控诉，控告波伏娃腐化未成年人，作为皮条客为萨特和女儿牵线。波伏娃因此丢了工作，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。报纸上这样评价萨特：我们都熟悉萨特先生，他是一位专门研究女学生内衣的古怪哲学教师。当然，花边绯闻并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重点。二战爆发后，萨特应征入伍，并很快被俘虏，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里待了10个月后，于1941年被释放。1943年，38岁的萨特出版了《存在与虚无》。经典名句《他人即地狱》则出自他后来撰写的剧本《禁闭》。雅尔塔会议之后，世界秩序和格局重新形成并凝固，法国知识界也渐渐分化成几个不同的阵营，其中以萨特为代表的一派知识分子成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。他说，苏联因其目标为全体的正义和自由而拥有特权，没有什么可构想的状况能使我们放弃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仰。1952年，萨特发表《共产党与和平》，认为工人阶级不能对共产党表示怀疑。他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。他说，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，我坚持这样看，我永远这样看。自此，萨特和共产党一样有了相同的暴力史观。于是发生在苏联的所有暴力事件，在萨特眼中都算不上什么，因为这些是历史发展的必要。加缪批判苏联普遍存在的集中营制度，萨特立刻回击，是的，我和你一样觉得这些集中营不可接受，但资产阶级的报纸每天利用集中营大肆宣传，同样不可接受。萨特的激进言论让他在法国如日中天，反共的加缪却孤立无援。加缪拒绝加入那些实性的激进大众，因此他遭到萨特主义者的嘲笑和侮辱，而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是萨特主义者。也是1952年，萨特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。会议期间，维也纳原本计划演出萨特的名剧《肮脏的手》，但萨特知道共产党不喜欢这个剧，他甚至没等共产党提出要求，自己就决定停演，并支付了相关的损失费用。
他公开说，今后凡是上演此剧都要得到共产党人的同意。1953年，萨特发表文章，愤怒谴责美国以间谍罪处死罗森堡夫妇，认为美国明天就能把我们通通扔进一场灭绝性的战争。但就在萨特发表文章当天，东德政府向和平示威的工人开枪，萨特却对此保持了沉默，左派媒体则试图把柏林惨案中立化。1954年，萨特访问苏联，苏联将其奉为上宾。在秘密警察带领之下，萨特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。回到法国后，他为苏联大唱赞歌，宣称在苏联有绝对的批评自由。苏联人民不是不可以自由出国，而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美丽的国家。1955年，萨特和波伏娃来到中国，受到中共的高规格接待。他们在国庆日当天登上天安门城楼，还与茅盾夫妻同桌观看焰火。萨特与波伏娃对中国农村集体化进行了高度赞扬，他们对欧洲人说，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中国同样适用。波伏娃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毛主席的热爱。毛泽东信步从容，中国领导人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们毫不做作。他评价中国人，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，在他们眼里你也看不到注视，你看到的是情感。不过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。1956年，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，其中的残酷让天真的欧洲知识分子们大吃一惊。很快，苏军入侵匈牙利，并对要求自由的民众进行了残酷镇压。不久，中国开始大跃进，几年后又发生了大饥荒。1957年，苏共和中共神话的破灭让萨特开始公开反苏，他谴责了苏联人入侵匈牙利，并宣布和支持入侵的人绝交。但他的革命思想和进步事业并没有因此止步。1960年，萨特与波伏娃访问古巴，称赞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，并感叹这是革命的蜜月。同年，两人又来到巴西，对戴高乐进行了抨击，在当地受到巨大欢迎。1968年，中国发生文革，苏联制造布拉格之春，被激情燃烧着的天真的法国年轻人开始将毛泽东视为他们的新偶像。法国的大学生发生骚乱，反对越南战争，他们像红卫兵一样抬出毛泽东的画像，高喊着打倒资本主义。这时的萨特虽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，却愈发崇尚暴力。他与波伏娃发表了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，还在大学发表演讲。暴力是遗留在学生手中唯一的东西。5月风暴过后，萨特成为左派报纸《解放报》主编。1973年，萨特的眼睛近乎失明。1974年，他拖着病体到西德与被羁押的红军旅成员进行对话。红军旅是德国一支自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左翼组织，他们抢劫银行并进行恐怖袭击，在近30年活动中造成34人死亡和无数人受伤。1980年，萨特去世。在刘晓波先生介绍萨特和加缪的文章中，他引用了法国知识分子列维对萨特的评价。列维说，这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20世纪的历史。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把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新曙光，这种人念念不忘对纯洁性的疯狂追求。我认为这种疯狂追求正是20世纪的大患。其实这些话放在今天，对那些充满激情的革命小将来说依然适用。让人们感到惊奇的不仅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们热爱暴力，还在于他们能用高超的口才与文笔为自己辩护。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获得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，晚年的他成为了一个推崇苏联的社会主义者。1931年，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水深火热，已经75岁的萧伯纳出访苏联，受到斯大林接见和全苏联的热烈欢迎。苏联媒体盛赞他是欧洲最勇敢的思想家。萧伯纳投桃报李，深情地说，我在周围望了一下，就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新的表情，而这种表情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你们是看不到的。访问结束后，萧伯纳回到欧洲，告诉媒体所谓饥荒的传闻都是谣言。他可以证明苏联的粮食供应比任何时候都好。他对记者说，回到资本主义真是活受罪，当你们亲眼看到布尔什维克时，你对资本主义必定要灭亡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了。我离开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，回到了一个充满绝望的国家。有记者忍不住问，那您怎么不留在苏联呢？萧伯纳机智地回答，英国确实是地狱，但我的责任就是下地狱啊。
萧伯纳是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，身上有一种特有的天真，认为收入不平等是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所以主张平均分配，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贫穷是被禁止的。不过从他不愿意生活在伟大的苏联，而是选择生活在地狱一样的英国来看，他身上同时也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言行不一。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很早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，在瑞士时还与流亡中的列宁、季诺维也夫有过交往。1932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，罗曼·罗兰表示，苏联是各国人民的典范和希望。不过访苏之后，罗曼·罗兰也看到了诸多问题。他在日记中讽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，花6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，认为苏联已经是失控的专制制度。不过为了保护苏联，不给反苏势力提供口实，罗曼·罗兰要求他的日记必须在50年之后才能出版。除萨特、萧伯纳、罗曼·罗兰这样的亲苏派，还有一些欧美知识分子身体力行，直接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。新西兰知识分子路易·艾黎自1927年就首次来到中国，此后他一直积极参与中国的慈善和民主事业，并在1935年和中共建立联系。艾黎身上有着知识分子为理想献身的伟大精神，在陕西时，他住在条件极差的窑洞里，先后成立机器、造纸、纺织、制革等17个工业合作社，还在嘉陵江边安装了水力发电机，使双石铺首次用上了电灯。1949年，艾黎选择留在中国，文革爆发时受到冲击，他被囚禁起来，目睹周围的人死于殴打、饥饿和自杀，后在宋庆龄干预下才保住性命。1987年，艾黎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0岁。和宣传意识形态的外围知识分子相比，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史莫特莱的介入显然更深。美国陆军将军威洛比曾声称他是理查佐尔格手下的一名间谍，史莫特莱为此要控告他。也有美国媒体说他可能是3重间谍，替中共、印共和苏共工作，是20世纪最多产的女间谍之一。从各位知识分子的经历不难看出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想要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，并且大都崇尚暴力。实际上直到今天，为实现伟大目标而使用暴力到底应不应该，依然是人们热衷探讨的话题。在美剧《安多》中，一个年轻卧底为了新出生的孩子想要退出反抗组织，反抗组织的头目拒绝了他。年轻卧底问，那你又为了组织失去过什么？反抗组织头目这样说，我失去了善良、亲情和爱情，我抛弃了内心的平静，我不计代价的反抗不公，但当我低头看时，却发现我不得不使用敌人的手段，只为打败他们。我撕碎了自己的礼义廉耻，毁掉了自己的一生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抛开这些意识形态，单纯的聊一聊艺术。虽然支持共产主义，私生活混乱，萨特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剧作家，他的禁闭非常精彩。故事讲的是3个已经死去的人先后来到地狱，结果发现这里既没有刀山火海，也没有刑具，只有一间小小的客厅。这3个人分别是报社编辑加尔森被枪决而死，邮局职员伊内斯煤气中毒而死，贵妇埃斯戴尔肺炎而死。当3人在地狱相遇时，彼此之间互相戒备，隐瞒了生前劣迹。加尔森竭力要让他人相信自己是英雄，实际上他是个在2战中因临阵逃脱被处死的胆小鬼，同时也是个沉迷酒色、折磨妻子的虐待狂。埃斯戴尔掩饰色情狂的身份和杀婴罪责，鬼称自己是个为了年老的丈夫断送了青春的贞洁女子。伊内斯则尽可能地包庇自己同性恋的往昔。3个人不仅彼此封闭自己，同时又相互拷问他人，每个人无时不在他人的眼光中存在，并受到审视和监督。由于生前恶习不改，他们的真实面目迅速暴露，一旦暴露便无顾忌，3人间形成了一项相互追逐，另一项相互排斥的双向型三角关系。3个痛苦的灵魂像坐上了旋转木马，进入一种谁也不能得到、谁也不能安宁、谁也不能退场的地狱之中。最终加尔森领悟到，何必用烤架呢？他人即地狱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文婷，咱们下次见。